Hello，大家好。这一期的话，我们来看牛头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啊，还有他在辅助位置的一个就我之前不跟他说有那个3红的，但不是电刑哈，是我记错了，我看错了，是带的是那个相位猛冲这个符文主符文。我们来看一下，它这套输出的，就是这套出装的话，既有一个输出，其实不弱的哦。如果打到对方是脆皮身上，是完全打得动、打得出来伤害的。像后面2件装配的一个搭配，这里的话被打到一个控制的时候，是要帮队友去缓解伤害，而就是把对方的 C 位，就输出点给顶开。这就是前期的一个技巧，这里的话也是为了让射手更好的清兵线，也要把对方顶开，不然你的射手在清兵的过程中，就一定是会吃到对方的伤害。这个锤石的话，有可能会开，还真被勾中了，但塔里面倒还好，不怕。对方没办法进塔来打的前期，除非对方有打野。这里的话准备3级找一波机会，3级的话飞机还是可以的，有个小优势。这里的话闪现 Q 顶回来，但是飞机好像不太行，打野在还好。直接一技能拍地板死掉，这样的话辅助换给射手。刚刚那波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对方的 ADC 顶进塔里面。都是会玩的，到就是这种高端局里面。飞机的话没办法，就是还有个点就是他前期这个英雄的就会有一点点小弱势啊，霞在前期很强势的，这里顶起来打一套，对面打野在后面没想到的一个点，那这样的话这边打野也在的，剑圣直接传过来打了波支援。完了，这里的话又送出去，被对面1换2了。狼人来了，这样的话反向打个控制，这里把对面定住。海克斯闪现过来。牛头在没有大招的话其实不是很能扛的哈，不要觉得牛头很肉什么的。如果你觉得牛头没开大的时候很肉，那说明一个点，你已经在劣势了，你已经被对面压了不知道多少经济了。你在军事的时候，或者说你有优势的时候，打牛头是完全打得动的。为什么呢？牛头不开大招真的是脆。这里面可以看得到，飞机的话虽然说死了，但是他总是能拿到人头，所以他还是能打的，就中后期，不会像有一些射手前期，完全崩真的，后期就没得拿。对面。被勾到，对面锤石勾得很准，确实很准。锤石有个点就是他的 Q 怎么说呢？他的 Q 起手很慢，但飞行就是飞过来那一下，是比机器人的 Q 好像快的，就飞行时间比机器人快。
所以机器人跟他同时放 Q， 就是怎么说呢？有可能好像是机器人会先被勾中。这里上来，队友已经把伤害打出来了，上来反倒是 K 了个人头，抢了个人头啊！现在牛头有个技巧，就是双击 W 可以直接2连，就是双击2技能可以直接2连哈。大家记住了没有？记住了没有？双击 W 可以直接2连，给我记住了。我之前忘了跟大家说，之前好像也出过牛头，但没有说这个双击那个2技能就可以，就跟皇子一样，双击3技能就可以那个 EQ 了。这里的话找到机会，对面射手落单，可以烫死吗？好像差一点，直接顶过来，WQ 秒掉，2连秒掉，然后自己全身而退。但这里的话，狼人过来了，那跑不掉了。这里辅助跟对面所有人换人头都是赚的。这样的话，回家可以买极客。狼人就是有个好处，就是开团成本真的很低，而且在前中期的时候，那种就是回血能力真的太舒服了。这里的话，对面站一起吗？哎，不站，分开了。看看有没有机会找到对面往前走。那这里面剑魔一直在赶对方，给对面压力就行。这样的话可以把小龙拿到。然后这里的话是直接选择买了可血战斧的，也可以做推推棒，看情况做啊。这里的话上路塔要守一下，可以找机会开副团。对面有往这边靠，好像这2个中路啊没有。这样的话可以上来直接打一套，黏住对方，可血战斧补一点伤害，这样控住 W、Q、W 各种顶一下。但辅助那么这个中单还是被秒掉了，还是差一点伤害。这个阿离的话，伤害其实应该玩的好的应该是直接越过辅助来秒掉对面射手会好一点，他的伤害全打到这个锤石身上去了。然后现在的话去做个法袍，赤阳法袍，赤阳法袍的话就可以直接做到单切了，单切对面射手。但不是这种单切哈，这种单切真得送，必须得在对方啊是吧团起来的时候，或者说落单的时候可以。哦，对面射手这样子，2连打一套，对面直接交闪，这里有大招扛伤害，2级大招已经能扛得住了。你可以看到有大招以后，对面完全打不动。好了。今晚我知道我要玩什么英雄了，兄弟们，劝你们早日归佛牛，皈依牛门，大家一起来玩牛头，太变态了这牛头。这里直接一个 W 顶，哦没有用 Q，
但 Q 的我感觉就有一点啊，其实就有点不稳了。就是如果你顶开了，他没死，你就烦了。如果 Q 的话，也有可能 Q 不中啊，就是你很难把握牛头那个 Q 的范围。不过 Q 的话确实会稳一点 ，Q 没 Q 中的话可以咳血再打一下，或者 Q 中了没死的话，咳血还能追一下。但如果说你 W 顶开的话，那你咳血就补不了伤害，确实。果然绝活就是绝活哈！我反思一下，绝活才是对的。这飞机吃蓝了，这绝活哥真的是飞机吃什么蓝？我飞机是最好蓝的好吗？太坏了这。完了，对面发现这辅助都能秒后排了，打个锤锤嘞！那这样的话，大龙可以轻松的打吗？但好像队友不选择打大龙，而是选择拿这条小龙回去把那个法袍给做出来。法袍的话就是对方定身的英雄额外的有那个视野，然后并且造成那个100%的那种生命的魔法伤害。而且可以同时的情况下，可以提高自己的双抗，所以就是那种又肉又可以增加伤害的那种，而且能打出100%伤害。瞎子去打那个龙的话，可能要出事儿哟。完了，这瞎子就有点犹豫不决的队友，不知道在干嘛。这里的话找到后排，这队友确实有点人机，开始有点投降了。牛头顶着4个人秒掉对面的打野，这样的话掉不了大龙了，还好。这打野带了波节奏，把自己给带崩了。哦，这里黑屏了2下，不是你手机出现问题，也不是你电脑出现问题，是视频出现了问题。好，那这样的话可以来对面吊点，对面可以拿龙了。你可以看到这2件套都可以顶着对方去打输出，而且有大招的话扛得更厉害，而且输出还不低。我跟你说，可以接大龙了，让盲僧回来，舒服。我操，这操！我也没想到这么强，看完以后我都想玩了，我去，有点手痒，兄弟们怎么办？哎，很简单哦，就这套就是 WQ 上去开大招就顶就行了，前期处理好细节是吧？那对面想打输出你就把他顶开。队友想打输出，你就 WQ 2连，对吧？简简单单，然后你还可以去搞对方射手。不过这波的话就拿到没那么多优势了，这盲僧还送出去了。这里顶到，对面狼人一套技能跑得很厉害。但阿狸
有3段位移是吧？你想跑，这里的话直接可以秒对面射手。我去，你看。但拿这条大龙做不了太大的事儿，太多的事儿。但下一波团就是关键团了，就是拿大龙掉点的话，等于就是白拿。这盲生这个打野有点玩的不是很明白。按这种情况下就也不能回了，直接回家吗？对方想来逼团，看卡牌怎么飞。如果对面敢飞，哦，这边飞到这边了，盲僧死了。但这边牛头可以一个顶3个用，不怕。大招开了以后很猛，一直在灌伤害，又控住3个，啊，完成了一个3打4的一个壮举。有闪现的，对面有疾跑。哦，这里的话，对面还敢回头打。那这样的话，可以再控住倒妹。这里再打一套 WQ2连，这样的话可以一波了。对面掉了。这里牛头有大招的，70%的免疫伤害。3级大招，对面扛不动，塔都打不动。好，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收看。